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我在美国 WSOP 期间参加的3000买入锦标赛第二天的赛事手牌分析。我们是第二天才买入啊，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参加别的赛事。那这场赛事特别的是，它在第二天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还可以买入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报名上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起始筹码是4万，盲注级别是1000、2500，所以我们大约是16个大盲。发生有趣的第一手牌，非常的精彩。8人桌的状况 ，UTG 加1的玩家，他的筹码量蛮多的，超过我的起始筹码。他选择加注到5000，我在小盲位，我有35000，我拿到了1对7。我觉得第一个就是，如果说1对7的话，翻牌前是一个可以 all in 的手牌。那如果说对上 low 价位跟之后的话，绝对是非常轻松的 all in， 15个大盲都是合理的范围。那我当下决定 all in 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第一个，我觉得对上 UTG 加1。也是正 EV 的 all in， 尤其是我认为这位对手如果他的加注范围会是跟 low 价位甚至是更宽一样的这样子的范围的话，那我觉得他同样的也会是正 EV 的 all in。所以呢，我选择了 all in。大盲位的玩家有4万的筹码量也 all in， 最惨的还是 low 价位的玩家竟然2位 all in 之后再跟注。那我知道3位玩家这很明确的就是一定有人有大对子哦。所以这时候摊牌，我是1对7，大盲位是1对 Q，UTG 加1的玩家是1对 K， 好，我们就出局了。出局的当下呢，第一个级别好像还是可以重买的，所以我很快的再重买了一次。那在重买上桌的时候呢，我们盲注级别来到了2000、3000，我们一开始就是4万的筹码量，然后没有太多有趣的手牌，筹码量开始掉。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后的状况，盲注级别一样2000、3000，这个时候呢我在 low 价位，我有45000的筹码量，大约是15个大盲，拿到了 KJ 不同花。我们15个大盲 KJ 不同花在 low 价位呢是一个最小加注，加注到6000。大盲位的玩家呢是一个冒 T 大叔，还有7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跟注。翻牌是198彩虹面底池17000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它的预设策略一定是过牌。到我的话，我觉得在这种牌面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有2种下注尺寸啊。当然，你要全范围的1/3是 OK 的，但我觉得在这种翻牌呢，我会有2种下注尺寸，一种是小的，一种是大的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，当我们今天有一些不错的手牌，比如说1对 Q、1对 J 或者是 A10，我们会考虑下大注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很多手牌跟注是比我们弱，譬如说它有任何的听牌、任何的 J、任何的6、任何的中对底对啊，甚至是顶对带顺子的听牌都会跟注，也就是说，它有一部分的手牌对上我们的价值手牌的话，不管我们下小或下大，它都会跟注，尤其是这一些听牌。所以我觉得透过大尺寸的下注，可以从这些听牌赢到更多的筹码。大尺寸的下注配合了炸虎，我的首选呢，当然要是一些比较不错的听牌。我觉得最合理的就是一些双头顺，像是 KJ 这种就是双头顺，但是开 Q 我们是更大的顺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差别。当下决定下注一个1万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很快的跟注，很快的跟注代表说什么？代表他没有考虑加注。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，原因是因为你今天中2对，你中下面的顺子，你中很强的牌，你会考虑加注，所以我觉得很快的跟注就会透露一个资讯，他不会考虑 raise， 也就是他的手牌不直觉是个 raise， 了不起是一个对子，或者是一些听牌，我觉得都 OK。这个时候转牌来一张不同花的 Q 啊，非常好，我们中了一个最大的顺子8、9、10 Q， 然后底池37000。这个时候呢，大盲位领先下注，因为我的筹码量在转牌只剩下3万，翻牌前是4万5，在转牌其实底池37000，我们剩下3万啊，所以是不到1:1的状态。然后他选择18000，我后手剩12000。我这个地方我觉得2个都可以，第一个就是我可以 all in， 那我也觉得他不会弃牌，或者是我可以跟注，让他继续的炸。所以呢，我当下决定选择跟注，合牌是一张叠牌8，底池72000，那我剩下12000。他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他就 all in 我，还是丢12000，那当然我就跟注了嘛。看到他是57红桃啊，57红桃是什么？是一个双头顺，但是是比较差一点，下面的双头顺，所以它就是一个7嗨的炸虎。那我成功的从他身上筹码翻倍。下一手牌蛮有意思的，是一个翻牌后的状况，对上的对手呢是一个职业玩家。这手牌呢，我的筹码量有9万，是在2000、3000的盲注级别，8人桌，我在 UTG 我有
9万的筹码量，拿到了 QJ 方块，选择加注到6000。大盲位的玩家呢是一个叫做 Matt Berkey， 有的玩家知道是谁，他常打现金桌、高额现金桌的一个玩家，他20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跟注，翻牌是787彩虹面，然后有一张方块，底池17000。这个时候他选择过牌。那我先讲一下，我们在 UTG 的7绝对是比大盲还要少。如果说是8以上的叠牌面，那我觉得我们持续下注的频率还是可以很高，原因是因为8以上的叠牌面对上双方来说，并不会有一方比较多的3条。但如果是7以下的对子，我会觉得大盲位在7以下的对子会比较多这样子的3条的组合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前位除了 A7 同花之外，基本上不大会有7的组合 ，K7 同花可能就不会有了。我们就讲了，对子越小，在前位就会有一个越高的过牌频率。那我们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 QJ 放在一个过牌频率是符合我们整体的一个预设策略跟范围，所以我选择过牌。转牌来一张还不错的手牌啊，一张方块2。这时候我们有一个转牌的同花听牌，底池17000嘛，大盲位选择下注一个2/3，12000。然后这时候到我预设策略在转牌呢，绝对不会弃牌，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跟注，也可以考虑加注。原因是因为大盲位在这个转牌，我会认为它可以透过很高频率的下注来让我弃牌一些 Ace High、K High， 它的范围也会很宽，很明确的就是因为它在大盲抵抗，它会有很多的双头顺的听牌，很多同花的听牌，甚至是一件随机的没有 outs 的牌，我觉得都有机会转牌。我们可以有一个加注的策略。那当然你说我们什么牌会这样子打？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是翻牌过牌的一些9910，我觉得当然也可以考虑转牌 raise， 根据合牌再做决策。所以我们很明确的就是顶对以上或者是超对大对子，翻牌过牌转牌加注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。配合的炸胡的话，当然最明确的就是假设我翻牌有90同花双头顺，可以考虑翻牌下注，或者是转牌加注，或者是同花听牌，就像我这种 Q High 的同花听牌比较没有摊牌价值嘛。因为如果我是 Ace High 的方块组合的话，我觉得有可能跟注，对不对？我 Ace High 就可以赢。但我觉得 Q High 还有可能被一些随机的 K High 或是 Q High 下注，搞不好合牌我们没有办法透过摊牌来赢。所以我觉得转牌呢，我选择加注到3万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他想了一下之后，他跟注，那我觉得也 OK。他只要不要 all in， 我觉得都好。啊，这时候合牌来了一张非常好的牌，方块 K， 我们中了一个后门同花，底池77000。然后这时候他选择过牌，当下我觉得我们的决策应该蛮明确的，就是我们中了后门同花，底池77000，我们剩下5万，我要么就是过牌，如果我要下注的话，应该就只会 all in。我在想应该蛮简单的，所以我决定 all in。他想一下之后呢，他就弃牌，所以赢下来一个还蛮不错的底池。下一手牌呢，深盲到2000、4000 8人桌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在 UTG 加1，我有138000的筹码量，大约是接近35个大盲左右。我拿到了10J 梅花，选择加注到8000。Low 价位是一个运动型大叔，他有20万的筹码量，3次下注到23000。这个时候呢，我选择跟注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手牌选择跟注，相对来讲有点边缘，尤其是我在 UTG 加1对上 Low 价位，我觉得10J 同花，除非我要觉得他打得很差，或者是我在翻牌后要确定能够赢他，那我当下觉得是蛮接近跟注跟弃牌，我觉得可能都可以。翻牌是963，两张梅花，还不错的翻牌啊，底池56000。这时候呢，我选择过牌，他选择了大尺寸的下注38000。我们先讲一下，我觉得面对一个大尺寸的下注的话，我可能更偏向不会去 all in 啊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会弃牌的几率更低。那我们 all in 的好处是什么？我们 all in 的好处就是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弃牌赢率嘛，就他要能够弃牌，这手牌才会是比较划算的 all in。那如果说我认为他都是不会弃牌，有的玩家在这边甚至 AK 都不会弃牌，或者是 AK 带一张梅花，或者是任何的大对子都选择大尺寸下注的话，那我觉得我可能就会考虑跟注一次没有中，或者是没有变强，我们就直接考虑放弃。所以呢，翻牌是963两张梅花，我们希望看到转牌梅花，或者是看到80JQK， 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 outs。那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状况。所以我们跟注转牌来了一张叠牌3啊，无关紧要的叠牌3，然后底池132000，我 check 他直接 all in 我，那我剩下72000嘛，那就是一个很明确也是很简单的弃牌，所以我们就输了一个小底池。以上就是3000买入锦标赛手牌讲解的第1集。如果你对于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请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，记得一定要订阅分享我的频道。我是小 P，大家拜拜。